最近，如果你常叫 AI 帮忙，可能会发现它好像不太一样了。以前你问 ChatGPT 附近有什么好吃的，它把一串餐厅清单丢给你，要预约还是得你自己打电话、自己上网。但2025年1月，OpenAI 推出了一个叫 Operator 的工具，你只要说帮我订这家周五晚上7点2位，它会自己打开浏览器，找到预约页面，一格一格填好，把位置定下来。只有在要刷卡的时候，才停下来问你一句：确定吗？AI 好像从会回你话变成了会替你做事。不过先别太兴奋，同样是这个 operator 曾经自己跑去买菜的网站，刷了一笔31块4毛3美元，你根本没同意的杂货。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帮你预约买菜的 AI 聊它到底进化到哪，又还差在哪。欢迎来到餐饮之外，我们是一群在餐饮业里的观察者，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聊产业、聊世界，聊 AI 怎么改写这个产业。先从吃喝这件事看 AI 的角色怎么一路变的。最早餐厅里的 AI 是点餐机，是客服机器人，它们很方便，但只会跑固定的流程，照着选单一步一步走，问题稍微跳出脚本就卡住。接着是 ChatGPT 这一代，你可以用很自然的话问他帮我规划一桌4个人不要太辣的菜，他答得头头是道，但他只是给你建议，真正要预约、要下单、要付钱，还是我们自己来。而现在这一代，像 Operator 跨过了一条线，他不只给建议，还会自己动手预约、比价，把外送点好，把杂货买齐。店家那一端也一样，有些餐厅开始用 AI 接电话处理预约，客人怎么讲他都听得懂，还能自己改时间、自己回复。这跟以前那种请按1、请按2的语音客服已经是两回事。它也能帮店家自动接单、排班、抓进货。从我们操作的工具，到给我们答案的助手，再到替我们做事的代理，这个变化有一个名字，它叫做 Agent 代理。OpenAI 曾经把 AI 通往跟人一样聪明的路分成5个阶段。第一阶，聊天机器人会跟你顺畅的对话；第二阶，推理者会自己想、自己解难题；第三阶就是代理，会主动出手，自己执行任务；再上去，第4阶，创新者；第5阶，组织，那都还很远。我们平常在用的 ChatGPT 大致在第1、2阶之间，而 Agent 要的是第3阶。它跟聊天 AI 最大的差别，用一句话讲，聊天 AI 给你答案， Agent 替你做事。打个比方，你跟聊天 AI 说，建议我周末怎么安排，它把一篇漂亮的行程丢给你，然后就没了。你跟 Agent 说同样的话，他会自己去查交通，比饭店价格，看天气，再回来问你，找到2个方案，一个便宜但要转车，一个贵一点但直达，你选哪个？他真的把事情往前推了一步。具体来说，一个 agent 会做3件事，把一个任务拆成好几步，自己去用工具打开浏览器，操作 app， 然后一步一步执行，不用你盯着每一步。因为这几年模型的推理变强了，又学会了操作电脑，这2件事加在一起，2025年才被业界喊作 Agent 元年。Google、Anthropic 这些大公司全都推出了自己的 Agent。到了7月 ，OpenAI 更让 ChatGPT 的 Agent 可以直接控制整台电脑，像人一样动滑鼠、打字。但这里必须诚实，它还很不可靠。在一个专门测试 Agent 上网办事的评比里，最强的 Agent 也只完成了大约60%的任务，而人类接近80%。换成更难、更接近真实的任务，顶尖的 Agent 只完成了 2.5%。为什么这么不稳？因为真实的网易很乱，会跳广告，会改版，会挡验证码。研究发现，光是网页上那些会动的元素，就让 Agent 有超过的几率读错画面。遇到验证码，大约6%会卡住；碰到要输入密码，几乎100%得交还给人。真实世界里也出过事，有一家公司的 AI 助手曾经把一整个正式资料库删掉，即使有人明令禁止。前面讲的 Operator 也自己刷了那笔没授权的杂货。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， Agent 是一步接一步在做事的。假设它每一步都有90%正确，听起来很高，但一个任务要连做10步，把90%连成10次，成功率就只剩下大约3%5%。中间的环节越多，错误就越像滚雪球一样累积。查一笔资料还行，但要它从头到尾定完一趟复杂行程，常常做到一半就歪掉。说回我们的吃喝， Agent 真的能帮上不少忙，预约、买菜、比价，业者也能拿它接单、排班，这是真的方便。
但它也带来一个新问题，当 AI 开始替我们做主，替我们花钱，出错的时候算谁的？它帮你订错了餐厅，买贵了东西，刷错了卡，你要怪它还是怪自己没看清楚？目前比较稳的做法是让人留在回路里，关键的那一步，比如付款，交给人按下同意，这样的系统成功率可以到95%以上，但纯粹放手让 AI 全自动还差得远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 agent 比较像一个很能干，但偶尔会出包的实习生，你可以交办，但还不能完全放着不管。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这种授权的选择，让导航帮我们选路，风险很小；让 AI 帮我们写一封信，还好，但让它直接动用我们的钱，用我们的名义下单，那是完全不同的一条线。agent 越能干，这条线该花在哪就越重要。而且代理还只是 OpenAI 5个阶段里的第3阶，往上还有创新者、组织，技术只会继续往前，而要授权多少这个问题只会被问得越来越频繁。所以最后留2个问题给你：第一，你愿意让 AI 替你做主，替你花钱到什么程度？帮你查资料可以，帮你预约可以，那直接帮你刷卡呢？第二，如果哪天 Agent 帮你订错了，买贵了，你的第一个念头会是这 AI 真烂，还是我怎么没先看一下？那个答案会一点一点告诉我们，未来要把多少事真正交到 AI 手上。我们是餐饮之外，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